孙长天，你个龟儿子！老子破票的红袜子，你到底怎还？再不还，老子掀了你的破山门！山门被你哄塌了，赔钱。少给老子打岔！赶紧把袜子脱下来还老子！脱不了，这袜子现在是我的命，我得靠它冲洗转运。哎呦我的妈耶！这啥子情况？沈长啸，老子就是来脱红袜子的，你莫把人命官司赖到老子头上哈！县长，救我！警报！目标死前倒计时半炷香，任务收徒并挡劫，可续命1年。我操，红袜子真有用！3个月前，我绑定了收徒续命系统，系统给我修为，让我在3个月内完成收徒任务，完不成就得嘎。别人都嫌我这穷，没人来，还剩最后3天，我只好穿红袜子转运。没想到真把徒弟招来了。好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青崖仙宗大弟子了。凌霄剑宗清理门户，闲杂人等滚开！圣人板板哦，世间大家凡人遭殃，老子惹不起还躲不起吗？他刚拜入我门下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？凭你也配死！哎，我的老骨头！明明素不相识，他竟以凡人之躯护我。哎，讲不讲道理？这可是我刚收的宝贝徒弟，我下半辈子的命，我青崖山的未来全指望他了。你们想动他，没门儿！不知死活的癫子，就凭你这蝼蚁也想护他？既然你急着找死，本座今日便将你这破山头和这叛徒一并抹去，解阵！碎！好强！快撤！撤！圣人板板哦，这红袜子老子不要了！徒弟，交给你个任务，把山门修了，再把那只野鸡找回来炖了。最高警报！徒弟裴兆学体内本源剑印破裂，2次连环死劫降临，倒计时3个时辰。若徒弟死亡，宿主寿命清零，当场抹杀。不是，刚许的命还没有热乎呢！本源剑印成功镇压，宿主寿命加3年。总算把命保住了。行了，命保住了。喏，拜师礼。这是传宗之宝铜钱，至今没花出去。这是柴房钥匙，以后归你管。那拜师茶呢？不喝了，开饭。师父，你不该救我。我是凌霄剑宗养的剑奴，他们把我当人形兵器，在我骨头里刻了剑印。我不回去，他们会一直派人来追杀，会连累青崖山的。哦，当兵器养啊？难怪你刚才疼成那样，连吭都不吭一声。凌霄剑宗的规矩，剑气没有痛觉，剑修当一往无前，宁折不弯。什么狗屁宁折不弯？命都没了，你拿骨灰去折吗？面子能当饭吃？可是，没有可是。你记住了，在青崖山，打得过就干，打不过就跑，跑不过就摇人。只要能活下去，不丢人。至于追杀，天塌下来，师傅先替你顶着。赶紧把粥喝了，一会儿去把柴劈了。是师傅。
怎么，青崖山穷到连剑都不给你了？剑奴，乖乖跟我们回去受罚，免得皮肉受苦。跑不过就摇人，以后我罩你。算你识相。师傅，救命啊！师傅说了，打不过就跑，只要跑回屋里。什么东西？陈年辣椒粉，别浪费。青崖山很穷的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长老有令，活着带回去。若反抗，断手断脚也无妨，只要剑胎不毁便可。断手断脚也无妨，在他们眼里，我永远只是一具养剑的容器。我宁愿疼死，也不当你们的狗！我不要当剑器了，我要当剑人。放肆！还有吗？没有的话，该我了。山门维修费、石桌损毁费、柴火精神损失费，还有我被吵醒的补觉费，赔钱。还有要钱，不错，会过日子。还能先苦，看来死不了。师傅，我今日拔剑的时候，很怕，也很疼。怕疼怎么了？我脚趾头踢到门槛，还得蹲地上骂半天娘呢。你给我记住，知道疼，说明你是个有血有肉、喘着气的活人。人活一辈子，知道自己疼，以后拿剑砍别人的时候，才知道轻重，懂吗？弟子懂了。师傅，明日还要修门吗？当然修，今天讹的钱够换扇纯实木的。师傅，门修好了。急什么？门修好了，但我们没米了。那弟子去后山挖些野菜。挖什么野菜？你伤还没好，不能饿着。走，下山买米。我们有钱吗？赔偿款，走，下山。哪儿来的小乞丐，敢偷老子的馒头？本座不是偷，待本座来日重临九幽，必叫尔等跪地求饶。别打他，馒头多少钱？顺便再来一碗面。吃吧，我买多了吃不下，倒了浪费。本座记下了，今日这碗面，来日10倍还你。本座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处不归。途径青崖山，就这饿得肚子咕咕叫，被人打都不敢还手的小屁孩。让开！魔族余孽，
人人得而诛之。借用一下。我管他是什么魔族，他现在吃了我青崖山的面，就是我的人。滚！我青崖山正好缺个烧火的，包子和面记在账上。走吧，上山。放肆！本座日后要统御三界，绝不烧火。那洗碗也不洗，烦死了！若你敢骗本座，本座拆了你那破山门！看什么看？本座只是怕你死在路上，晦气，又不是帮你。多谢。这就是你说的青崖山？这破地方真能住人？哼，也罢，此地暂为本座行宫。目标已入宗门，收徒任务完成，奖励宿主寿命1年，当前总寿命4年02天。沈长贤，你这破山门迟早要塌。塌便塌吧，只要人还在，门总能再修。沈长贤，这破山门迟早要塌，塌了再修。来都来了，来厨房帮我搭把手，切菜。本座不干杂活，本座日后要重临九幽，号令万魔。未来魔尊连菜都不敢切。你激我？没有，只是陈述。切就切，本座今日便让你们看看何为魔尊刀法。这是饭，准确来说是菜。吃吧。难吃，但至少是热的，而且没人抢。多吃点儿，吃饱了干活。本座不干活。给本座开！不归啊，青崖山的山门是很脆弱的，赔钱。我没钱，是他自己要塌的。不用赔，一起修。烦死了！魔种，杀了他，正道皆虚伪。警告：楚不归，魔骨觉醒度飙升，屠杀死劫倒计时提前，若宗门被毁，宿主将立刻抹杀。刚修好的门，这败家玩意儿又想拆墙。滚开！我是魔族，你会死！半夜不睡，扰民，再动，这半个屋顶也得让你掀了。任务完成，奖励寿命3个月，当前总寿命4年03个月。你不怕？不赶我走？那些正道，你把房契结了再走。什么？青崖山穷，收留人也不能白收留。还有，青崖山不问来处。明日早些起，劈柴。破地方！你不是不干杂活吗？本座这是在进行魔宫基础建设，你懂什么？原来如此。未来魔尊今日劈柴，甚好。沈长贤，你闭嘴！本座早说过，沈长贤进厨房乃青崖山第1大忌。或许是第2，第1是你切菜。你来尝尝为师新创的灵米羹，谁先尝谁不是人。本座魔骨为父，不宜试毒。师傅，弟子旧伤未愈。唉，2个徒弟，一个比一个不孝。我收你们是来干活的，现在倒好，我还得亲自伺候你们2个祖宗。他死得很冤。青崖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下山。
买锅，买锅。顺便寻一位与我青崖山有缘的饭道天才。看什么看？本座没饿，这是体内魔气在咆哮。三位客官，吃点什么？青菜粥、阳春面、葱油饼，每样来一份。比师傅做的香。一般，本座只是怕浪费粮食。检测到特殊目标江小满命格死于荒年。死于荒年，这么会做饭，饿死太亏了。这人，我青崖山收了。小老板，手艺不错，有没有兴趣换个地方做饭，包吃包住，没人敢欺负那种？仙长别拿我寻开心了，我没灵根，仙门哪会要我这种只会颠勺的废物？我只求守着摊子，给我娘挣口药汤。小崽子，赶紧把钱交出来，不然连摊子一起砸了！二叔，不行，这是我娘救命的钱。给脸不要脸！啊！我的手！本座最讨厌有人抢饭钱，滚！碰坏了桌子，惊了客人，赔钱。跟我走，只要我活一天，就没人敢抢你的钱。可是，我真的不会修。修个屁的仙！我缺的是个会做饭的。哼，先说好，本座不洗碗。好，我洗。成功收纳目标江小满，奖励寿命1年。这是粥，怎么不是黑的？粥为什么是黑的？人各有道，粥亦不同。你那不是道，是我们的劫。好吃。一般一般，本座吃的也就那样。小满，这地方好。以前在镇上，人家看咱们孤儿寡母的，都欺负咱。这里的仙长没嫌弃咱，给了咱一口饭吃，这是天大的恩情。什么恩不恩的？小满，你这手艺在山下摆摊屈才了，愿不愿意拜我为师，做我青崖山的3弟子？啊！可是我没有半点灵根，是个凡人。我青崖山收徒，不看灵根。师傅，成功收录3弟子江小满，寿命加1年。哼，既然是3师弟了，那明早的葱油饼必须多做2张，本座勉为其难多吃点。恭喜，以后下山买菜，师兄护你。以前青崖山像个山门，现在像个家了。师傅，咱们青崖山也太穷了吧！欠镇上钱掌柜7两，欠粮铺2两，这钱得还啊！凭本事欠的钱，急什么？到时候再说。师傅，从明天起，后山荒地全翻出来种菜，水自己挑，柴自己劈，谁敢浪费1粒米，就别想吃饭。本座是魔尊，魔尊也得吃饭，不干活，明天早上的葱油饼没你的份儿。得，以后青崖山的钱袋子归你管了。大半夜不睡觉，拿根破树枝在这跳大神呢？师傅，小莲剑，咱们欠了那么多债，还有凌霄剑宗那些仇家，要是哪天仇家打上门，我总不能拿锅铲保护你们吧？谁说护着山门非得拿剑？你看看屋里那2个煞青，你养他们，他们杀敌，这就是你护山的方式。我懂了，我会把饭做好的。早点睡，明天早饭少放点盐，不归那小子吃得多，嫌了费水。好。师傅，前面的旧账也就算了，这最后一页怎么写着欠凌霄剑宗1柄剑？哦，那是旧仇。
旧仇也要写到账本上。为师当年年轻不懂事，觉得什么都该记一记。师傅，旧仇先放一放。米缸里的米只够吃6天了，6天后断粮。为何只有6天？因为你昨晚吃了4个饼，我只吃了1个。本座是在恢复魔骨，大不了去抢。修仙界不都这样？凌霄剑宗就是这么干的。抢什么抢？咱们青崖山可是正规宗门，传道敲头自然直。师傅，咱们连桥都没有，更别说船了。沈长显，你个龟儿子，今天就是天上下刀子，你也要把老子婆娘的红袜子脱下来还老子，还有那7两3钱的酒账。钱掌柜，红袜子现在是我的转运法宝，想都别想。至于钱嘛，改日再说。少给老子打马虎眼儿！老子看你这几个徒弟长得人模狗样，身上都带着煞气，不像凡胎。3天后，春山台春市小比，赢了有30斤灵米，10块下品灵石，还有1口新锅。你们去比，拿了奖品还老子的钱。灵石、灵米，师傅，新锅。比倒是可以，但报名费谁出？仙人板板，你还想让老子垫报名费？不垫拉倒。小满，关门。老子出，算你账上。滚开！沈长显，总有一天本座要断了他。检测到春市小比，将有暗探潜入，任务发布，带领徒弟夺魁，失败，徒弟死劫立刻降临，宿主当场抹杀。反噬越来越强了，这破系统真是一天安生日子都不让过。把锅当成宗门旗，把野鸡当成敌人。一炷香内，把锅从厨房护送到山门，再绕回来。锅不能落地，不能被鸡啄，也不能被我抢走。师傅也会出手。为师是意外。荒谬！本座堂堂魔尊，你竟让本座护一口破铁锅？区区凡人比试，本座一掌便能荡平，何须这种过家家的把戏？这是青崖山唯一能做饭的锅，锅要是碎了，以后每天就只能吃师傅做的焦炭糊糊了。本座只是不想委屈自己的胃，这锅本座护了。放肆！给本座滚开！师傅，做的不错。记账，只是你能断的。可以先去大医。对，大义。不错，至少现在目标一致了。吃饭。看什么看？本座重塑魔骨，急需吞噬天地精华。这等粗鄙之事，本座勉为其难替你们消灭罢了。你刚才跑的最多。谢谢裴师兄。哼，本座吃不下这种凡夫俗子的东西，赏你了。师傅，这是钱掌柜让人送来的春市小比名册，一共7个宗门：丹霞外院、清风观，还有铁剑堂。铁剑堂是什么？门主早年是凌霄剑宗的外门弟子，沾点边儿。他们会认出我吗？不想去就不去。春市小比是去拿奖励，不是去拼命。锅没了可以买，人没了就真没了。弟子想去，我不想，一直怕他们。哼，有本座在，区铁剑堂算什么？师傅，开花了！
检测到徒弟羁绊加深，宗门归属感大幅提升。裴兆雪、楚不归将小满死结进度已延缓。总算没白瞎老子天天陪你们过家家。死结，老子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扛了。这种锅也要带去春山台？当然，外面的饭贵，自己带锅煮粥能省钱。账上没几个铜板了，必须精打细算。哼，荒谬！区区春氏小笔，本座一炷香便能夺魁，何须带这些破铜烂铁？里面是4个葱油饼和5个馒头，本座只是怕你们半路饿死，替你们拿着。师傅，你带的是什么？法符吗？欠条，万一在赛场上遇见债主，可以就地对账，省得他们跑上山来要。还是快走吧。沈长贤，你个龟儿子！老子替你们垫了报名费，你们就背着口破锅去比赛，丢不丢老子桃花镇的人？钱掌柜，这锅能省饭钱。省个锤子！小满啊，你跟着这个癫子算是毁喽！钱掌柜大清早堵在这里，就是为了看我们背锅？老子是来催债的，这是前面铁匠铺赵师傅托老子带的肉包子。他说了，你们要是拿了第一，那口新打的厚底铁锅就是你们的。要是第1轮就被打下来，老子带人平了你的破山坡！钱掌柜放心，为了新锅，我们一定赢。哼，有本座在，第一如探囊取物。债主堵门送饭，这也是咱青崖山的牌面。走吧，去把锅赢回来。你们也是来比试的？这锅是法器吗？不是，是用来煮饭的。关你什么事？再笑，本座撕了你的嘴！宗门，青崖山3人参赛。那你呢？我是掌门，哪有掌门亲自下场抢锅的道理？凌霄剑宗的剑路气息，他们果然来了。怎么，打不过？打得过。第1关迷杖林寻旗，第2关守旗，第3关擂台决前3，不可恶意伤人，违者逐出。这种破规矩听一遍就够了，记什么？那第2关是什么？守锅。小满心细，这都是你教出来的。青崖山3人，他身上没有半点灵气，是个凡人。迷杖林里有灵阵，出了事谁担？修仙也不安全。他是我青崖山的人，我自然担得起。怕吗？有一点怕，但我想去，我想把新锅赢回来。那便去，面子不能换锅，拿到奖励才是正经事。啰嗦，有本座在，自然会把他们全虚全伪的带出来。记住，旗可以不要，人要回来。走中间，有花，说明有人走过。太明显。不能走中间，这里是林子深处，旁边没桃树。花瓣是故意撒在这里的。左边草叶倒伏，但没泥水，是阵风压出来的假象。右边蚂蚁往外搬家，就是这样，说明里面湿气极重，是死水潭。那走哪儿？那里，藤叶边缘有擦痕，下面的土松了一点，是生门。你很厉害。我以前摆摊儿，怕雨天柴湿，习惯看这些。哼，勉强有点用，别磨蹭，跟上本座。青崖山，我想起来了，凌霄剑宗前些日子似乎丢了一名剑奴。你找死！我不是剑奴，是不是？不由你说了算，也不由你
说了算。我叫裴兆雪，青崖山大弟子。大弟子裴兆雪心魔破除，死劫进度延缓。不错，知道自己是谁了。青崖山大弟子，那便让我看看凌霄剑宗的剑奴学了什么新本事。我学过很多不想学的东西，现在不想用了。狂妄！裴兆雪，看不出来，你也挺缺德。师傅教得好，走。棋就在这儿，本座去拿。等等，那是假的，上面写着青崖，怎么是假的？字太好看了。师傅写崖字的时候，下面那一横会拖得很长。谁会拿沈长贤的丑字当防伪线索？现在用上了，真气肯定在附近，咱们绕过去。小满娘老，小满娘疼，你不要娘了吗？娘，我知道是假的，可是知道是假的还轻。闭嘴！你装谁不好，装他娘！一个破阵连人都不是，也敢学人说话！他现在要拿第一，赢锅，拿米还债，忙得很，没空理你。再叫唤，本座把你拆了当柴烧！你娘在青崖山，她等你拿锅回去。走这边，幕府热了。真丑！青崖旗抢！你们没自己的旗吗？跑！锅声太大，会把别人也引来。小满，把锅给楚不归。给本座锅做什么？敲，扰乱他们的清雪。好主意！这破锅还挺好用。把旗留下。裴兆雪，你拦他，本座带人冲。走。好的很，老子的9千有指望喽！这破锅还真让他们端出来了。第一关通关成功，宿主寿命加2年。青崖山的旗原本布在西南小溪旁，听见了吗？不是我们乱跑，是你们旗乱跑。你说话最好有证据。本座说话向来不需要你喜欢。阵中异动，赛后自会查验。第一关成绩有效，运气好罢了。一个凡人没灵力进去，不添乱就不错了。不是运气，假鹿假旗换阴，是他认出来的。他，一个凡人，凡人怎么了？你不是凡人生出来的？别吵！小友，你是如何看出假旗的？回长老，假旗上的字写得太正了，神掌门写崖字的时候，下面那一横会拖得很长很歪，假旗不像。观察很细。那雾毒灯和幻阴呢？山里夜灯会引虫，那灯下没虫子，说明有诈。哼，那破阵学得太凶了，他娘说话温柔得很。迷障林考的是灵气判断，全凭凡人看虫看草也算过关。阵也要落在地上，地会留痕，草会倒，虫会闭，灵气我看不见，但这些我看得见。第一关，清风观第一，铁剑堂第2，青崖山第3。青崖山江小满虽无灵根，却能遍地是破阵，表现可圈可点。听见没，江小满？出息了。钱掌柜送的，吃吧。本座不饿，本座只是替你们分担重量。第2关，守旗，各宗在划定区域插旗，守满1炷香，失旗淘汰，夺旗加分。简单，本座负责去抢，我负责守。第2关最要紧的，不是抢，也不是守，那是什么？是别把锅弄丢。沈长贤，这是守旗，不是守锅。旗丢了只是输比赛，锅丢了，回山咱们4个都没饭吃。孰轻孰重，自己掂量。
有石头挡着，锅安全了。你看那是什么？黑铁之地，灵光内敛，竟放在奇石旁边护阵。莫非是青崖山的镇奇法宝？难怪他们第一关能走得那么快。先别管旗，先走那口黑锅。抢旗便罢了，抢锅，你们完了！诸位得罪了，此物既放在旗旁，定是首旗法器。比试之中，各凭本事。你能过本座这关吗？锅不是法器，若不是法器，为何如此紧张？因为要做饭。少用这种话误导我们，接住牢！困住他们，困住他们！锅！不归啊，饭扣一碗。闭嘴，抱好你的锅。这样不行，会被耗住。裴兆玄，给我开一条路。裴师兄，左边那片竹简，其他都在动，只有他一直不动。你们抢锅，我们抢旗。仙人板板哦，他们真为了口锅打起来了。这叫战术。动我青崖山的锅，如断我青崖山的粮。不归这小子长大了。老子的纠结全指望这个锅了。追不上！你们平日修炼是专门练怎么站着不动吗？把旗还来，那是误会。本座现在也误会了。江小满接旗。有本事来拿！一起上！裴师兄，后面有石阵卡他们脚。左边草石，地滑。你们棋在我们手里，再拖会被淘汰。现在认输还能保住体力。灵珠斋认输。江小满，你还不错。我知道你在夸我，本座是说你看地的本事，不是说你人。裴师兄，吃一点吧。哼，吃吧，别等会儿饿得连剑都拿不稳。该拔一次剑了，我是青崖山的大弟子，不是剑奴。青崖山诸位，我们无意结仇，只是想借那件震退灵珠斋的黑铁法器一关。上一个说这话的已经被本座扔出去了，滚！不借，这是做饭的。他为什么追我？大白，回来！他只喜欢亮晶晶的东西。闭嘴！本座今日不顿喝，但你再碰那口锅，本座拔光你的毛！青崖山，我们用这瓶醒神丹换你们手里多余的那面灵竹斋旗帜。哼，不换，谁知道有没有毒？可以换。药香清凉，没有糊味，不像师傅煮的那些毒药。没问题，来。锅呢？锅呢？
之河。仙人版本哦，那是老子酒泉换来的锅，这食量是不是瓜的？偷锅做啥子？急什么？锅会自己找人背的。找个锤子，那鸟跑到铁剑堂的地方去了。那帮练剑的瓜娃子下手黑得很。青崖山用一口破锅偷袭我宗门大旗，找死！那是河调过去的，不是偷袭，把锅还给我们。想拿回去，可以，你来取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让他拔剑？算现在就撕了你！好，林师兄，锅可以不要了，你别拔剑，你会疼的。青崖山的东西不能丢。我来取。这剑意，你果然是凌霄剑宗的人，我不是。剑意骗不了人，剑意骗不了人，人却可以离开旧处。既如此，便让我看看青崖山交出了什么剑。别硬撑，若倒了，我还得把你扛回去，麻烦得很。楚师兄，春氏小比不可辱骂同门。这种时候你还记规则？你知道个屁！沈长贤，你不管管？那可是铁剑堂，剑雄打起来最容易伤人。他自己要拔剑，总不能一直替他挡。既拔剑，为何不出剑？只会躲吗？没有伤人也是出剑。好，我看你这口破锅怎么躲。锅！卑鄙！江小满，你不要命了？没坏。谁问过了？你这是什么剑法？青崖剑法。一个连山门都快塌了的破宗门，也配谈剑法？可笑！接我这招！赵雪，回家了。这叫青崖剑法。没换。你呢？换没换？逞什么强？有点疼。不错，疼就歇会儿。是，师父。他已经有了一个任何人也夺不走的家。江小满，他只是掉了块黑灰，不是断了气。锅没有气，蠢钝凡人。裴师兄，师哥醒神丹缓一缓，这是刚跟丹霞外院换的。丹霞外院给的药，你也敢让他吃？我闻过了，药香清正，没问题，至少比师傅以前熬的药闻起来像药。那倒是。为师那些药虽然味道奇特，但药效极好。药效当然好，喝完之后连生死都看淡了。也可能是苦的顾不上疼了。赵雪，你觉得呢？师傅的药很醒神，因为很难喝。第3关擂台比试抽签开始。
第一场，青崖山对丹霞外院。本座去。楚师兄，你不能用魔气。知道，区区丹修，能奈本座何？话别说太早，容易中招。你就是楚不归，毫无仙门风度。风度？你袖子里的药粉是准备用来熏香的？比试开始。楚师兄，别往左边走，花香太甜了。听见了吗？你药粉味道太假。不对，药里有腥味，楚师兄别闻。怎么不躲了？楚师兄，接着！你给他什么法宝？面粉。江小满，你为什么随身带面粉？做饼。你用的药干净吗？妖血饮，春氏禁用伤及神智之邪药，丹霞外院方其违规判负。没有魔气，做得不错。哼，本座说了，不用魔气也能赢，就是有点费面。青崖山的进决赛喽！明天给老子赢，赢了正好还老子的酒钱。赢了有新锅。裴师兄动了剑，多吃点。楚师兄打了擂，也多吃点。师傅做了一天，少吃点黄金石。原来修仙比试也不是完全和我没关系，只要把饭做好，我就能守住他们。哼，本座不饿，本座只是怕这粥放凉了浪费。再来一碗。楚师兄，这是第2碗了。以前在青崖山那是活着，现在是吃饭。小满啊，你上山之前，为师虽然穷，但还是能让你们吃饱的。师傅，您今日没上场，吃多了容易积食。最终决赛资格争夺，青崖山对丹霞外院，胜者进前3。进前3，有新锅吗？第一才有新锅。不行，要第1。早该这样想。裴师兄，丹霞外院用药，我能闻，楚师兄能近战。你刚才动过剑了，歇一歇。谁要和你一起？你刚才吃了2碗粥，吃了饭要干活。烦死了！走。小满，不归，得罪了。打便打，哪那么多废话？那是滑本，不归，救下！你这人怎么还抢药囊？你们抢锅，我们抢药，有何不可？吃仙粉、醒生丸，还有糖。那个不是你使用的，看招，吉祥丸。苏圆圆，楚师兄，你刚才吃了2碗。闭嘴！没有味道，我闻不到。小满，别急，闻不到就算了，本座又不是非靠你。楚师兄，别走中间，要在你身后。丹霞外院，苏圆圆出界，青崖山胜。赢了，真赢了！老子的酒钱有指望喽！新锅，给我一新锅！给你，吉祥丸之后吃糖能缓一缓。哼，谁说本座饿？
长贤，最后一场对铁剑堂可不好打。哼，怕什么？孩子们刚吃过饭，吃饱了才有力气赢。不用打得多好看，讲实用，把锅赢回来。狂妄，劫三才阵。这破阵跟乌龟壳一样。不龟，左边那个转身慢慢拍。裴师兄，右边那个每3招剑剑会往下压。先逼那个凡人下台。看暗器。你输了。铁剑堂认输。赢了，真赢了！沈长贤，老子的酒钱有着落喽！春氏小比最终场，青崖山胜。好过。师傅，我们有新锅了，不用吃焦炭了。哭什么？没出息！本座赢回来的锅，你最好每天多烙2张饼。走，回山。今晚熬灵米粥。春氏小比夺魁，宗门威望大涨，宿主寿命加5年。最高天道警报，宿主强行逆转3大天命之死劫，逆命者命债起，天道反噬，已锁定宿主。老子刚带着徒弟吃上热乎饭，天道算个屁，有债同老子来。江小满，你再擦下去，那口破锅都要被你擦出灵智了。若真能擦出灵智，他自己会做饭，我叫他师兄都行。荒谬！窃修还信这个？挂根破绳子就能挡晦气？你昨夜把苏媛媛给你的糖收起来了，那是战利品，本座收缴敌方物资有何不可？红绳也是。行了，别吵吵，开饭。小满啊，为师终于感受到掌门的尊严了。师傅昨晚走山路辛苦了，多吃点补补。唉，原来是按劳分配。一般，也就勉强能入口。那锅里还有，再来一碗。来，本座只是怕放坏了。沈长贤，你个龟儿子！听说你们发财了，10块零食，赶紧把老子的酒钱和红袜子账清喽！钱掌柜，你怎么总是这么急躁？少给老子打岔，还钱！钱掌柜，算账。青崖山欠钱掌柜7两3钱，粮铺2两1钱，药铺3副药钱，土地庙半炷香。半炷香也算账？香火也是财。10块下品零食，还债3块，买木料修山门2块，给裴师兄备药1块，买菜种1块，丹炉药材1块，留应急2块。10块零食，1块都不能乱花。从马上饿死变成暂时饿不死。还有锅，这叫哪门子发财？不归啊，这便是人间疾苦。你最没资格说这话。行了行了，3块零食，老子先拿1块半，剩下的给粮铺和药铺，旧账继续挂起。有烟火气了。那是自然，徒弟是我收的，账是江小满算的，饭也是他做的。
算你个龟儿子命好，捡了几个好徒弟。走了。修了半天，怎么还是歪的？至少风吹不倒啊。你看，他在打招呼，他在求救。师傅，要重新刷一遍匾吗？不用，列着挺好，提醒我们山门曾经塌过，也提醒我们还能修。买菜种，青崖山不能总花钱买菜。先买药，裴师兄的伤不能拖。我不急。吵吧，能吵架，说明都还活着。这命债，老子背得直。一口破锅，昨日试过水了，今日还要搞什么正式开灶？规矩真多。兴国第一顿饭很重要，必须正经吃。怎么，他若不满意，还能自己长腿跑了？青崖山的门匾都想过跑啊！为师来帮师傅，厨房窄，你去树下歇着。为师可以看火。你看火，这口新锅可能要重新开一次灶。赵雪，你也这么想？弟子觉得今日很重要。行，你们长大了，嫌弃为师了。开灶了，要重新定用度。灵石不能乱花，裴师兄和娘的药不能断，还有楚师兄吃的多，米要省着算。为何单独提本座？因为你一顿吃4个饼。药钱太贵了，唉，要是咱们能自己炼丹就好了。为师略懂炼丹，昨日赢回来的丹炉正好一试。不行，师傅，丹炉比锅危险。师傅可以动嘴，不必动手。为师以前真的练过。练成了？勉强，丹没成，但炉子活下来了。记下，神掌们不得靠近丹炉3步以内。泥土。桃花酒3坛，欠银1两2钱。欠钱掌柜一只野鸡，连鸡都欠。那鸡自己跑上山的，炖了。很多年前的事了。凌霄剑宗剑钱1柄。师傅，咱们怎么还欠凌霄剑宗的钱？凌霄剑宗的人要是拿着欠条找上门，是来讨钱，还是来讨裴兆雪的命？债主总会上门，欠他们的破剑，老子以后砸锅卖铁还他们。但他们要是敢借着讨债的由头来我青崖山讨人，这命老子替你们接了，绝不交人。师傅，明日真的不能动丹炉。你最好真的知道，若敢炸炉，本座拆了你的正殿。知道了，睡你的觉去。春氏小笔上，丹霞外院连妖雪饮这种邪药都敢用，说明外面的世道乱了。凌霄剑宗的旧账也翻出来了，迟早要打上门。青崖山太弱了，必须得炼丹。徒弟不让碰，老子明早偷偷试一路。师傅，您昨晚是不是动丹炉了？昨夜风大，你当这丹炉是山门，风一吹自己开。师傅，药材很贵，炸了没钱买新的。你们要相信为师，今日就炼最简单的养气丹，青樱草加磷米粉，有手就行。可以，
但神掌们不得靠近丹炉3步以内，不得私自点火。楚师兄看火，裴师兄抹粉。你徒，火再小些，再稳些。闭嘴！再啰嗦，本座把你塞进去炼了。好像真的可以。看吧，为师说过不难。偶有声响，正常。要炸了！不对，现在才不对！还活着。沈长仙。你笑什么？我没笑。不是火候的问题。怎么了？这个味道和春氏小笔上丹霞外院用的邪药很像，是妖血饮，把活着的妖剁碎了，硬说那是药。这些旧药是很多年前丹霞宗的人送来的。那些被取血的药一定很疼吧？欠钱要还，欠命也要还，这笔账算吗？算。你在家做饭，为师下山一趟。丹霞宗，他们疯了，抓半妖去录血，别让他们练。丹霞宗在抓半妖炼药，明日下山找个孩子。再装，本座现在就把你扔进这口锅里炖了。楚师兄，你别吓他。哼，本座不吃这种瘦的没2两肉的东西。将半妖陆眠收容回山，改变死结，成功奖励寿命加1年。抽干心头血，这帮猎妖人真是把妖当药材糟蹋。这命我青崖山要了。不归，按住他后腿，别让他乱动。不抓你，回去给你煮粥，不吃鹿肉。青崖山不吃同门，可以先算赞助，赞助也要交房钱。不用钱，可以用种草底。吃这个就不疼了。行了，带回去。他怎么这么会装死？他连猫都怕。没关系，多一张嘴，我会算粮。哎呀，怎么伤成这样？别怕，到了青崖山就先活下来。小满，去铺点茅草。不归，把锅放下。不放，本座怕他醒来怕。楚师兄，你可以把锅放厨房。烦死了！我不好吃，血也不好喝，真的。闭嘴！本座嫌你血少。你醒了，我们不取血，真的。我会死的。你若想跑，现在就可以。不过你伤没好，跑不远。山下还有猎妖人，手里有刀。你今晚跑，明日就会被抓回去。所以我建议你先睡一觉。明早有粥，哼，还有饼。陆眠，我叫陆眠，我明天再跑。行，回去睡吧。锅，他要拿锅炖了我吗？躲在门后当门板吗？出来！楚师兄，
你别吓他。陆眠，我煮了粥，不烫了，你要不要吃一点？饿了就开门，你瘦得跟柴一样，炖了也没肉，本座嫌塞牙。你这叫安慰人吗？青崖山不吃鹿肉。青崖山有灵米有青菜，不至于吃徒弟，更不吃会说话的。那锅，锅是用来做饭的，不是炖你的。先吃吧。慢点，别烫着，锅里还有。好吃，不浪费。这田荒太久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种出菜来抵债。土没死，只是水沟堵了。这个不是杂草，是灰叶参，能养气，能卖钱。那旁边那个红叶子的呢？杜马草，不能碰，会手麻。哼，荒谬！区区野草能奈本座何？你就碰了！楚师兄，你手怎么了？本座没事，这是魔气在经脉中激荡。洗干净，过一会儿就不麻了。我下次早点说。本座以后再也不乱碰了。瘦了些，等以后在青崖山养胖一点，就合身了。沈掌门，我明日可以先不跑吗？我会认草，我会干活。想留就留，不过饭照吃，活照干。青崖山不养闲人。半妖陆眠自愿留宗，羁绊值大幅飙升，奖励宿主寿命1年，当前总寿命9年03个月。这破系统总算干了点人事。来了我青崖山，阎王爷也得往后排。你在做什么？我没有偷东西，我只是想把草整理一下。我会干活的，不会白吃饭。谁说你偷东西了？江小满说你伤没好，不准乱动。我已经好多了，真的可以干活。你不是要整理灵田？本座帮你，哪几株要拔？啊？哼，这株。不可以！怎么了？这是灰叶参，不是杂草。它长这样，谁认得出来？我认得，是我说慢了。还能种回去吗？怎么种？哼，这东西真能活，若死了，算本座的。裴师兄，那里不能太密，会挡光。这里。多谢。陆眠，这田你若能养回来，算大功一件。大功能抵房钱吗？能。那我要记下来，这样陆眠就能安心了。饭照吃，药照用，不许少吃。再加一条，青崖山不收血账。看什么看？以后你若敢把自己饿瘦，江小满第一个记你账。对。擦手。楚师兄，再挖2下就通了。本座堂堂魔尊，竟在这里挖沟！有水了，草能活了。我去洗碗。哼，你手抖成这样，洗什么？摔了碗，本座拿你炖汤。今天你照看灵田，很厉害了。洗碗不用你。那我现在做什么？养伤。睡觉。活着
今天的活就是好好活着。荒田复苏，半妖露眠彻底归心，奖励宿主寿命1年，当前总寿命10年零3个月。灰叶参不能拔，青怒苗可以移到水边。你看本座做什么？本座已经学会了。怕你拔错？那个就是灰叶参，不能拔。他自己松了。你昨日也是这么说那扇门匾的。裴兆轩，你闭嘴！这也记？青崖山迟早被你记成欠条和废话合集。这是宗门日记。丹霞外院苏媛媛前来赔礼。丹霞，他们来抓我了。不会，这里是青崖山。谁敢抓你，本座先打断他的手。沈掌门，春氏小比方琦私用妖血饮，是我院管束不严。今日桃花镇附近有半妖失踪，恐有人借丹霞宗名义私炼延寿丹。借名义？我们查到方琦的药单里有鹿血和锁妖草。半妖，这孩子身上有锁妖真伤。沈掌门，可否让在下看看伤口？我或许能辨认真鹿来源。不看。小友，我只是想查案，他不愿意，就不看。伤口不给看，针可以看。锁血针出自丹道旁门。那些失踪的半妖叫什么名字？只查到3个：狐族阿乔，一个卖药的蛇族，还有鹿族鹿眠。如果连名字都没人记，他们就真的像药材一样了。江小满，把锁妖针记本座名下，以后遇见用这针的人，本座来算账。记下了，楚师兄记仇。陆眠，你看，你的名字在千崖山的账本上。名字有用吗？有用，证明你不是药材，是我们青崖山的人。陆眠，半妖鹿眠与宗门羁绊加深，奖励宿主寿命1年，宿主寿命加1年，当前总寿命11年零3个月。丹霞宗延寿丹支线已开启，天道命债暗流加剧。拿半妖的命去填长老的寿，这修仙界真是烂透了。小满，猎妖人有驯妖符，有锁血针，还有镐，只要闻过一次血，就会一直追。他们会找到这里？会的。我是不是该走？我往山北跑，林子深，等他们追我走远，就不会连累你们。不行，青崖山的人不能一有事就自己跑。你看，上面写了，你用照料灵田抵房钱，饭照吃，药照用。你若现在跑了，账就乱了。可是我会害你们，我怕。怕也可以，怕就躲在我们后面。躲稳点，别乱跑。
猎妖人若来，先喊人。我跑得挺快的。就你？霞山祖训，活着最要紧，打不过就摇人。青崖山窝藏妖孽，开门！妖孽，本座倒要看看是谁找死。青崖山私藏半妖，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敲门可以，拆门另算钱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魔气煞骨果然也不干净。就这？放狗，搜后院！面粉！给脸不要脸，给我砸了这破门！你们知道这门修了几次吗？一座破门也配拦路？门已经坏了一次，再砸就贵了。我没有伤人，我也没有偷东西，是你们抓我取我的血，我只是想活。听见了吗？他说他只是想活。有物之言，岂能当真？那你的话也不必当真。沈长贤，你护下这半妖，就是坏了丹师的药材。你以为你这破山头能护他一辈子？药材不会哭，不会喊疼，也不会想活，它会，所以它不是药材。妖也能怕疼，能吃饭，能种草，也能有家。我叫陆眠，我没有伤人，我也想有地方可以回。愿不愿意拜入青崖山？饭馆够，活要干。我愿意的。从今日起，陆眠为青崖山第4弟子。荒唐！当着我们的面收妖为徒，给我上！滚！赔钱。山门损毁，门柱一根，门角半副，还有精神损失费。精神损失费？山门受惊了，共计5两银子。你们等着，丹师不会放过那只鹿妖。回去告诉你们那位丹师，青崖山的弟子，谁动谁赔命。吃吧，这是白食饭。吃。瘦得跟柴一样，走出去丢青崖山的人。慢慢吃。跟上门，这次修门得加钱。对不起，是因为我。门坏了修门，人伤了养伤，哪有让受害者赔的道理？小满，记账。记了，从猎妖人的赔款里扣。收徒任务完成，宿主寿命加1年，当前总寿命12年零3个月。最高天道警报：宿主强行斩断半妖死结，阻碍丹师延寿，因果线崩塌，逆命者命债起，天道反噬，已锁定宿主。老子刚给徒弟安了个家，天道算个屁！有债记老子账上。沈掌门，这门前2天才刚修好。你这山头是不是命里犯门？门有门节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赵师傅，算便宜点。这次又是惹了什么人？因为这孩子？对不起，猎妖人是来找我的，门是因为我才坏的。不是因为你，你看清楚了，
猎妖人砸坏山门，赔银5两，已入账。赵师傅修门，支出从这5两里扣，谁踹的门，谁赔钱。这笔账跟你没关系。哼，就是，那帮杂碎找你，你就得替他们赔门。那以后谁来找沈长贤讨债，是不是也算我们的？不归啊，方向偏了。好，算得明白，门是他们踹的，我是来挣他们的钱。小孩儿，别什么错都往自己身上揽。看在你们刚收了个小孩的份上，木料按本钱，人工费半价，开干！沈长贤，你徒弟在干苦力，你坐这看戏。为师坐镇后方，稳固军心。你坐哪儿哪儿塌。师傅昨日赶走猎妖人，辛苦了。不过今日没干活，中午饭量减半。小满，你变了。木条。啊。多谢。不客气。小孩儿，过来。山门修好了，总得有你一颗钉，你来敲这一枚。我，这个好，陆眠敲。别敲歪了，丑死了。陆眠，钉入山门小铁钉1枚。这个也要记？当然，以后有人问你是不是青崖山的人，你就说山门上有你钉的一颗钉。哼，不许哭！刚修好的门，别给哭潮了。你今日敲了钉子，辛苦了，吃吧。谢谢。陆眠，你已经正式拜入青崖山了，要入宗门生活账。要写什么？陆眠，青崖山4弟子，暂住改为常住，负责灵田照看，饭照吃，药照用，不许少吃。安个手印吧，以后我教你写自己的名字。这样就算青崖山的人了吗？算，真能哭。不过今日允许你哭。灰灰，辉夜深1号，名灰灰。不用记这个，我随便叫的。要记，以后草多了，不取名字容易认错。荒谬，草还要名字？他们答应了吗？他们会长给我看，照顾得好，他会活得久一点。随你，谭作帮你拔草。那个不能拔，这破草叶子都被虫啃光了，也不能拔。他叫缺缺，他还能活。辉夜深3号，名缺缺，重点照看。那株呢？那是双叶草，怕晒。叫小雪。裴少雪，日后他喊一声小雪，你和草一起呀。那株叫刺刺，长得闲散，活得顽强，很像为师。沈长贤，你要点脸！这田里到底有什么是本座能拔的？那里全拔，好厉害！废话，本座本来就厉害。陆眠，你怎么吃这么少？我吃不了这么多，我以前吃多了他们会烦。谁让你少吃？我今天采了草，这些草能卖钱，能抵我今天的饭钱吗？如果不够，我还可以少吃一点。我很好养的。你不能抵，你今日吃饭不是靠这些破草换的。你是青崖山的人，所以有饭吃，草是另外的事，听懂没有？陆眠今日采回青叶草23株，另记小师弟不吃草，只种草。青崖山的人有饭吃。小师弟，吃吧。擦干净，眼泪掉进粥里，咸了沸水。哭完把饼吃了，浪费粮食，江小满会记账的。我今天吃饱了。他们说我不用吃草。
你们好好长，我也好好长。第一笔账记下了，今日一炼丹，但神掌门不得靠近丹炉3步以内。小满啊，为师觉得最后一句可以不用写的这么大。可是写小了，不归怕您看不见。他看得见，只是装瞎。这凳子的位置很安全。小徒弟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丹炉挺贵的。行，这次的草没有药血味。你看，为师说了，第一次炸炉只是药材有问题，你也有问题。炼丹还用灵米，若失败了，岂不是连饭也糟蹋了？本次投入灵米粉半勺，若失败，计入通心损耗。炼丹哪有不损耗的？哼，别人损耗药材，青崖山损耗晚饭。这次好像真的可以。别说这种话。这是什么味儿？药性没坏，只是草说它不太想当药。小鹿这话很有灵性，灵性不能让丹成。烟，压炉，别动！你越线了。丹成了。它们很绿，你吃一颗。为师修为高，低阶氧气丹对我无用，所以你不敢吃。要不刮一点粉末融进水里给草喝？活了，草愿意喝。第2炉氧气丹成功，颜色偏绿，草味较重。初步验证，可养草，暂勿入口。这草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喝了丹药，叫丹丹。随便你们。这次的丹渣里没有妖血味，这不是好事吗？是好事，但也说明上次那些旧药草里的妖血不是意外沾上的，是被人故意藏在叶脉里，只等入炉才会被逼出来。这种细致手法，散修做不到，至少是丹霞宗内门丹师或者长老门下。旧药草妖血气，已为丹霞宗内门所为。再加一句，这账没完。内门啊，看来这账确实不小，慢慢算。他根扎稳了，今天叶子往上走了。黑的，今日状态良好，楚不归很满意。灵田记录为什么有本座满不满意？方便以后判断草的长势。它长得好不好，和本座有什么关系？名字是你取的。既然是本座取的名，就别长得太丢人。小满，神掌门在吗？妖妇哥哥，怎么了？苏姑娘托我送来的，她说10万火急，必须交到你们手里。回前院。念。桃花镇周边又丢了3个半妖。小满月，兔族药童，12岁，10日前失踪。石头，犬族脚夫，16岁，7日前失踪。外花小姑娘，族属不明，约10岁，3日前失踪，姓名不详，连名字都没人知道。信上说，这些失踪的半妖都没人护着，失踪前都被人打听过血脉和年纪。他们在凑一炉丹，用命凑。不同半妖血脉入丹，强行续命。这是邪丹，丹成药饮必死。他们还活着吗？信里说，旧码头运出了贴着镇气符的药箱，若人死了，不
不用镇气符，可能还活着。去救码头。站住！白天去人多眼杂，容易逼他们灭口。今晚下山，先去桃花夜市查黑石丹坊，顺藤摸瓜。那个丹师，代号可能叫鹤，我被抓的时候听见过。他说要让鹿血干净些。好，今晚去讨这笔账。害怕也要吃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害怕，也有力气把人找回来。我能闻出来，妖血味、真气符，我都闻得出来。走，去找他们。难受？还好。还好就是不好。捂一会儿。那个三文钱，楚不归，够唐露1只，3文，记本座账上。可用照料后田里那株黑的底。江小满，堵嘴用了。我没有说话，所以提前堵吃。谢谢楚师兄。行了，糖也买了，该干正事儿了。这里有药味儿，和以前抓你的那些人一样吗？有补气丸、止血散，下面盖着真气符的味道，还有血味，是半妖的血，太淡了，我分不清。他身上有剑气。什么剑气？向凌霄剑宗旁支，负责外门护送的剑路。丹霞宗的妖血丹，凌霄剑宗的人守门，果然是一窝烂老鼠。麻烦越多，说明快摸到真东西了。绕到后面去。桥上1下2下，有人在箱子里敲，是活人，里面黑很闷，四周都是真气符，他们会怕的。抢人！现在冲，只救得下这3个。等他们动，才知道人往哪运，背后藏了多少。如果今晚就运走呢？那就跟上，然后连窝端了。别怕，我们会找到他们。有人接火！滚！别碰箱子。左边第一支火气最弱，中间那只有妖血味，右边真气符最重。别让他们私服，乱刺会伤到里面的人。看面粉！江小满，你下次能不能身上准一点？有用就行。别！拿活人当货，还想灭口？楚师兄，
会疼的。闭嘴！这点伤算什么？本座不是为了救人，只是看他们不爽。船钱结了吗？3只箱子送去哪儿？贺大师，我只负责送到下游的芦花渡，哪里有人接？3哥送货，请等为号，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芦花渡，记下。记了。等会儿给他。先送副绳，再接正气符，最后开箱，不能砸，气血会乱。我来解绳子。活的！开。别怕，吃点甜的就不疼了。别抽血，我今天已经抽过了。不抽血，我们是来救你的。别抽血。再敢动一下，本座把你们全剁了，塞进箱子里。我也被他们抓过，这种符绳越怕勒得越紧，吃口糖就不疼了。甜的，还有石头哥哥和花花，他们也在箱子里。石头、花花都在。不碰尾巴，出来。别叫，不是来杀你的。能站吗？能。再躲摔回箱子里，本座可不捞你。不用。这个伤的最重，他没气了。灌了压脉散，喂水。花花，救出，活着。想死？贺丹师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我只送到芦花渡，他背后是丹霞宗长老撑腰，我说了也是死。本座现在就去宰了他。先回山，不追芦花渡。救下的人先活下来，账可以慢慢算。拿着，你不是兔子，不怕缺耳朵。缺耳堂兔给石头，楚师兄不承认自己心软。老爷爷，救出来了。好啊。给孩子们。我记账，等青崖山有钱了，别记钱。先放屋里，热水和干净布巾备好了。我答应过要护着小满月，我不信你们这些修士。巧了，本座也不信，所以你信不信无所谓，伤先包。现在青崖山户，你先活。我会不会很贵？药、水饭，我没有钱。小满月，兔族半妖，暂住青崖山，救治、吃饭、睡觉，暂不计债。暂不
记债。账本记你，是怕忘了你，不是让你还钱。警告：检测到3名半妖，仅为赞助，未建立师徒羁绊，宿主强行干涉，未绑定目标死劫，无法获取寿命奖励，且将引爆天道反噬，建议立刻驱逐，免受命债牵连。别关箱子。你去，他更信你。青崖山没有药箱，这里只有锅。锅会关人吗？不会，锅会煮粥。还算有用。新增3个人，止血草3包，安神花粉半袋，秘药多买。沈掌门，咱们的米不够了。青崖山越来越热闹了，也越来越穷了。以后您负责想办法赚钱。我们真的可以留下，猎妖人会追来的。再追就再打。吃你们的饭，打人的事儿轮不到你们操心。最高天道警报，宿主强行庇护半妖，天道反噬，已锁定宿主，逆命者债起。赞助怎么了？吃了老子的饭，就是老子护着的人。债，记我账上。如果大家都按正常饭量，这米只够吃5天。花花要喝米汤，小满月和石头要养伤，裴师兄的药也不能断。我可以不吃，我会山药草，我能干活，别赶我走。先吃饭，青崖山的人有饭吃。哼，哭什么？米不够是沈长贤这个掌门没用，不是你的问题。为师负责大方向的战略部署，赚钱这种小事儿讲究机缘。师傅，翻译一下。就是他没想办法。谁说没想？不乖，赵雪，下山买米。钱呢？买最便宜的糙米。如果钱掌柜问起旧账，就说沈掌门在想办法，记得礼貌一点。他会信。买米，沈长熙那个龟儿子呢？在想办法赚钱。你觉得老子信不信？青崖山暂时缺米。老子听说了昨晚旧码头的事，米给你们算最便宜的价，老子是怕你们饿死了，沈长贤更还不上钱。这什么？业绩账？糖，给山里那几个小娃娃的。不要钱，桃花镇的人也不是只会讨债，赶紧滚！知道了，多谢。怎么了？有人看我，不是看普通的剑，是看剑胎。最高情报推演丹霞宗地下丹室，
延寿丹主炉异动，路血不足，主要未归，七脉合炉，借寿百年，尚缺一味核心血脉。主要未归，陆眠只是主要之一，他们还差一位更要命的。警告：宿主截胡半妖，已深度卷入七脉邪丹因果，逆命者债起。就3个赞助的也算债。行，反正青崖山的账本已经够厚了，不差这一页。开会。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，非常严重。青崖山现在人多药多米少钱没，再这样下去，不出7天，咱们就要讨论后山的野菜能吃几顿了。小满，此事不必慌，为师毕竟是一宗掌门，见多识广。若由为师来做这财务总管，不行，不行，绝对不行。我也觉得不太行。我也投不行。我刚来，但我也觉得不行。你们甚至没有听完为师的计划。听到你当财务总管，这计划就已经是个死局了。青崖山赚钱计划，第1条，绝对不要让沈掌门管钱。赚钱分几步：第1，后山林田种菜；第2，卖低阶丹药；第3，接桃花镇委托；第4，山门维修押金。山门维修押金是什么鬼东西？以后凡是带着兵器，看着像会踹门的人上山，必须先交押金，不交不让进。我可以守门，我以前在码头守过仓，认得脚步声。坐下，你站着都晃，守什么门？我没事。你再说一句没事，今天中午你的饭钱办完。石头负责将来守门，当前任务养伤，不许逞强。陆眠负责林田，我会照顾好。灰灰、小雪、黑的、刺刺，他们都挺好的。你能不能直接说草挺好的？小雪挺好。小满月负责晒药，但每天不能超过半个时辰。我在药铺能晒一整天的，我不怕累。会做也不必做到疼。楚不归负责干重活，不许用魔器，不许受伤不说。本座是魔尊，最后2条荒谬至极。写大点。不归啊，大家是怕你死得太快，没人劈柴。石成贤，你先管好你自己，你负责什么？沈掌门负责坐镇，以及不要乱花钱，不要乱赊账，不要添乱。这药人吃了脸绿，但丹丹喝了长得极好，可以卖给镇上养花草的富户。就叫青芽草木养气丸。送一颗给钱掌柜的药铺试用，他嘴碎，试好了全镇都会知道。你总算出了个不馊的主意。本座下山买米，普通米10斤，青菜种1包。不要乱买糖。本座像那种贪嘴的人吗？如果糖很便宜呢？糖最多3文。沈掌门，青崖山真的撑得住吗？撑得住。青崖山别的不多，会活下去的人倒是不少。普通米10斤，青菜种1包，就碗2个。糖呢？3文。真就买了3文？怎么，你连本座买糖都要查？这是青崖山财务纪律。
喝完药吃，嘴里不苦。他不能吃太多，我不吃。他有他的，你吃你的，少废话。石头今日吃糖没有让，这是进步。这破事儿也记。今日第一件正事，去后山种青菜，米缸的未来全靠它了。这里浅一点，前面深一点，水沟旁会烂根。种个破菜也这么多规矩？因为以后要进锅的。本座忍了。坐下。如果有陌生人上山，你闻到了告诉我们，坐着也算守卫。好，我坐着守。为师负责坐镇，绝不碰菜种。石头是真的在守，神掌门是真的在做。小马兄弟，我看你们门上贴了告示，说许猫找狗，我家那只狸花猫不见了。许猫2文，进山加1文，先付定金1文。贴了有猫！我的菜种，找死！敢毁青崖山的口粮，本座扒了你的皮！猫不赔钱，主人赔。寻猫2文，山地1文，菜地损耗2文，青崖山第一笔委托完成。找猫比打架轻松，但猫会刨地，很危险。它根没坏，能活，长得像有仇一样。给它取个名字吧，叫努力。努力。师傅，他是不是快醒了？开了花，命就留住了。花没谢，命保住了。开饭。你站这儿当门神，回去躺着。我说了要守门。就你这半死不活的样子，狗来了都能把你撞翻。滚去喝臭。花花醒了。别管箱子！花花，是我，陆眠。没有响子了。不要喝，哭的，喝了会睡着，醒来就在炉子边。不要，不要！不喝，咱们不喝。我拿走。拿个他没见过的新碗，倒温水。这个是糖，不是药，甜的，不会睡着。甜的，甜的，以后都有。有人叫我回去。谁？我梦见一个很大的红色炉子，里面很热。那个人说6位都回来了，我是最后1位，让我回去。我不想回去。不想回就不回。可是他叫我。他叫算个屁！青崖山的人，没有谁该回别人的炉子里。最高情报推演丹霞宗地下主炉，七脉河炉戒寿100年，核心主花花路线已被宿主强行斩断。警告：宿主彻底摧毁延寿邪丹因果线，天道反噬已锁定逆命者债起。最后1位，到了老子的地盘。
就是老子的神。天道命债，老子背了。你确定这东西能卖？能，卖给养草的人。钱掌柜家里有一盆兰草，叶子一直发黄，应该是根气不足。换个名字，它就不绿了吗？所以它不叫氧气丹，叫清雅草木氧气丸。丹丹确实喜欢，所以这丹卖给草。本座服了。应当写：修仙界总有勇士。定价，1颗5文，3颗12文。若自带病弱盆栽上山试用，另收1文配比服务费。哼，你连浇水都要收钱？那是配比丹水，需要技术。沈长贤，你个龟儿子，老子来看你死没得！咋个人又多了？站住站住！你们青崖山硬是迟早要铸成石头碰碰哦！你要捐，老子欠你的嗦！钱掌柜，我们有新东西。清雅草木氧气丸，临柜台边那盆兰草叶子发黄，用这个稀释后浇一次，再把盆底垫高，包活。这啥子大药啊？茶哥，看着像搓的青菜丸子吧？3颗12文，若没用，我退你6文。丹药用掉了，成本在。要得，老子买3颗。要是没得用，老子硬是要上来把你个破藤一拆了当柴烧。火了，硬是火了！沈长白，你个龟儿子，快来看看，老子这盆兰草叶子都立起来了。根气回了一点，3日后再用一次丹水。你个小娃娃还懂得不少嘛！江小满，再给老子包5颗。没有了，第一批就5颗，您买了3颗，松药不适用1颗，山上留样1颗。卖光了，下一路啥时候出嘛？后日，但预定需要先付10文定金。青崖山新规。你个小瓜娃子，敢跟老子收定金？告示上写了先付定金。药要是真巴适，老子回镇上帮你们吹2句。多谢钱掌柜。今日净赚22文，灵米多放了半勺。今天的粥好稠。以后我伤好了，天天去后山挑水。本座只是怕放坏了才吃这么多。弟子归属感提升。小满，明晚的粥还能这么稠吗？那得看楚师兄明天劈多少柴。沈长贤，你少指望本座。第一笔钱啊，看来这日子是能过下去了。第2炉绿丸子，成丹5颗，颜色稳定，没有焦糊味。换了名字，它也还是绿的。本座堂堂魔尊，竟在这里烧火熬草。可是，丹丹喝了长得很好。闭嘴！本座不想听一棵草的名字。这个碗不苦。当然不苦，化了花的碗只装米汤，不装药。有人上山，跑得很快。沈掌门，苏姑娘的急信。先付定金10套，送信不用定金。走，去正堂找掌门。念，丹霞宗本宗来人了。旧码头的活口和记录全被带走，何执事被调去北边守矿，苏媛媛被警告禁足。本宗有个快老死的长老，叫贺九章，贺丹师是他的人，真正的丹炉不在桃花镇。贺九章，本座现在就去剁了他。不行，你怕死？我怕，我还怕你们受伤。最重要的是，咱们米缸里的米不够走到丹霞宗本宗的，没米怎么打架？没米，荒谬。急什么？既然他们知道咱们救了人，下一次来的就不是散修，是本宗的修士了。来的正好，确实好。小满，去把山门告示改了。本宗修士破坏力大，上山押金涨到10块灵石，先交钱后挨打。记下了，10块灵石。苏姑娘还说，水路被钉死了，不能走。后山往北有一条旧采药道，能绕过去。这不就有路了？先吃饭，吃饱了再想别的。不归哥哥，要吃饭。谁是哥哥？本座是魔尊，不是吗？随便你，烦死了！楚师兄被叫哥哥，逃跑了。贺九章、贺丹师、七脉合炉，真丹炉不在镇上，后山旧路可绕行。师傅，苏姑娘帮了我们，她被警告了，这笔账怎么算？她既然敢递这封信，就做好了被罚的准备。苏媛媛仍在帮忙，希望平安。写得不错，多备点米和跌打药。丹霞宗的账，老子亲自去收。最高天道警报：七脉邪丹，气运反噬加剧，天道命债已锁定。贺九章，你最好祈祷你的炉子还没开。
押金？我们堂堂凌霄剑宗上这种破山头还要交押金？入山要报备，带兵器要说。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带兵器都要说。哼，凌霄剑宗，月白剑袍，怎么名门正派听不懂人话，不认识字？顾执事，裴兆雪。那是什么？镇宗法器吗？是锅，用来做饭的。小满，兵器押金。3位带剑入山，按规矩押金1两碎银，不踹门，走的时候退。凌霄剑宗3人，押金1两，进吧。裴兆雪，你身为凌霄剑胎，本就与宗门因果相连，宗门当年在你身上耗费多少资源，你应当清楚。跟我回凌霄，恢复剑籍。我离开凌霄时，剑籍已断，我已入青崖。青崖山能给你什么？你该知道，这不是一句话就能了结的事。裴兆雪，你疯了吗？凌霄剑宗给你的资源、剑谱、丹药，是这个破山头给得起的吗？你们给得起周吗？什么？他伤没好，疼得站不起来的时候，你们这群高高在上的剑修，给过他一碗热粥吗？修士岂会缺一碗粥？你胡搅蛮缠！那就是没给，没给就闭嘴。顾执事，茶快凉了。凌霄剑宗要找的是剑胎，青崖山这里没有剑胎，只有我大弟子裴兆雪。今日只是拜访，我还会再来，随时。顾执事，山门未损毁，押金退还。多谢。小满，去外面再贴张告示。写什么？写青崖山弟子不退不换，若强行索要，视为挑衅，另计山门押金。这很青崖山。大弟子裴兆雪彻底斩断凌霄因果，此劫轨迹完全偏转，宿主寿命加2年。携剑入山，先交押金。昨日不是交过？昨日没踹门，退了。今日重新入山，重新交。对，这是风险浮动。凌霄剑宗2次来访，携剑入山，押金1两，若无损毁，离山时退还。进吧。还是收手了。他们昨日没搞破坏，暂时不能涨价。裴兆雪，这是凌霄剑籍附册，上面写得很清楚，你乃剑胎，天双骨，归属凌霄外门。裴师兄是人，为什么文书上写的是归属？你一个凡人懂什么？剑胎本就是宗门耗费灵气、丹药养出来的剑道根基，宗门耗费资源，自然有权收回。收回？你们给丹药、给药玉，是为了让他活成一个人，还是为了养出一柄能用的剑？剑修本就该如剑，人就是人，少拿剑遮羞。顾主事，凌霄剑宗给的丹药、灵气，能折成灵石的，青崖山现在还不起，但可以记账，慢慢还。可是裴师兄这个人，不能折账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所以不能用归属。以前在凌霄，骨头被打碎重塑，他们只问我剑脉稳不稳，在这里，他们问我疼不疼。我的剑法来自凌霄，但我的命不是。我活着不是为了替凌霄当剑。既如此，那就证明给我看，你连一场比剑都不敢应，凭什么说不归凌霄？他伤没好，本座陪你打。他找的是我，你伤没好，我知道，不会逞强。想打，为了证明给他们看，为了证明给我自己看，那便打。凌霄弟子要战，裴师兄伤未愈，仍应战，不是为了证明给凌霄看，是为了证明给自己看。别打到安神花！剑出不伤药草，怎么不算一种建议？裴兆雪，你为何不用凌霄剑士指挥我吗？你踩到菜苗了，你输了。这一剑叫什么？没有名字，不像凌霄。那不是我的剑了。你忘本了！凌霄教你剑，你便该用凌霄的剑。哼，吃了你们凌霄一碗饭，以后一辈子连筷子都要按你们规矩拿。我记得凌霄剑法，也记得剑阁里冬日很冷，更记得受伤后醒来，没有人问我疼不疼。凌霄记下的是剑胎，而青崖山养回来的是人。我会将今日之事如实传回宗门。我们走。顾执事，若无其他事，离山前验一下山门，押金可以退。验吧。地面被剑气划出了一道浅痕，若不处理，下雨会积水，久了会裂。地面损耗扣钱，一看你们就没修过门。这也算？客方出剑造成损耗，
应由客方承担，扣2文。疼不疼？有一点。以后少打。裴师兄答应以后少逞强，需监督。赵雪，师傅，你今日这一剑不还凌霄了？那便留在青崖。想挑衅，直接写好，省得他们总来问。那个炉子，是说我梦里的炉子吗？不是让你回去，是说绝对不回去。明日再喝。在药箱里的时候没有明日，只有抽血。原来在这里，明日是一碗还会再煮的米汤。给我？堵嘴，别喊疼吵到本座。不用。丹霞宗贺长老座下传令，青崖山私藏妖邪药引，限3日之内，交出鹿、兔、犬3名半妖及草木妖脉女童。若3日不交，按邪修同罪论处。热，炉子好热，有人叫我，我不去。不是病热，丹炉牵引。那炉邪丹已经击中他的血脉了。不归，别死，留着当证据。告诉贺九章，青崖山收到，他敢来就别回去了。警告：宿主强行切断主要牵引，天道因果线崩塌，逆命者命债起，天道反噬已锁定。写错了，他不叫主妖，他叫花花。他叫我回去，我不去，他会找来的。如果我走了，卢子是不是就不找青崖山了？不走，我以前也想走，我觉得我走了，猎妖人就不会砸青崖山的门。可是后来我知道，我走了，他们还是会害人。不是你把炉子带来，是炉子要害你。欠账的是他们，不是你。花花不要走，我也不走。你们1个2个伤都没好，走出去是给别人送药材？哼！青崖山把你们从箱子里捞出来，不是让你们再自己走回去的。欠账的是丹炉，不是花花，谁也不走。神掌门，如果不逃不等，那我们怎么办？丹霞宗给的3日期限是假的，他们给3日是想让我们乱。若等他们上山，青崖山有凡人，有伤者，还有刚种下的菜地，打起来，家就没了。所以这次不等他们上山，我们先去芦花渡找炉子。沈长贤，你个龟儿子！老子听说丹霞宗团服上山喽！钱掌柜，您怎么上来了？老子本来是来拿草木养气丸的，结果听说你们惹了丹霞宗。桃花镇能打的人不多，但盯个人、传个信儿，老子还是找得到人。你不是只会讨债，老子还会算账。半妖娃娃在镇上失踪，要想从码头走，你们青崖山穷归穷，总不能每次都让你们自己扛。老子在镇里找了人，今日起守着上山路。若丹霞宗有狗杂碎提前来，老子让人敲锣。你们山上留个会跑的，听见锣声就躲。张师傅那边老子也喊喽，他锤子抡得稳，能帮你们拖一拖。我留，我能闻气味，也能守门。钱掌柜，有劳。哼，少给老子戴高帽子。沈长贤，你给老子全心全意的滚回来，回来记得还钱。出山查芦花渡，沈掌门、裴师兄、楚师兄、陆眠和我，留山守护江母、小满月、石头、花花、外援、桃花镇钱掌柜、赵师傅。今夜走山北旧菜肴道，去芦花渡。生机主药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在哪儿？青崖山。旧码头那块鹤纹木牌，丹霞本宗接手虎口时带走了，传讯府里却还要我们交还，故意的，想把劫证、藏妖的罪名全算在青崖山头上，那就把他们的黑账连窝端了。听着，有人来，先敲锣喊钱掌柜的人，再护着屋里人躲。如果他们踹门呢？那就让他们踹，门坏了有人赔，你别第一个坏。如果炉子叫你不听，如果我听见了怎么办？那就让小满月陪你说话，让石头守在门外，你不是一个人。山门看好家，你连一块破木头都要嘱咐。他最近很努力。走，看路。旧材要到藤草密，会绊人，记下来，回来时避开。陆眠，这里我来过，我
我逃跑的时候，那天也是晚上，这里有毒马草，我踩到了，腿麻了很久。他们在后面追，我摔在石头上，只能爬。我以为我会死在这里。陆眠，看着我，这次不是你一个人逃，是我们一起去找那个破炉子。慢一点也能到。哼，而且这次谁敢追，本座打回去。右边有毒马草，所以本座先走，跟上。有血味。苏雪针，我记得这个声音，针打进身体前会有一声很小的破风声，然后全身就冷了。现在他扎不了人了，走。芦花渡，怎么没人？暂时没人，但青灯味还在，还有真气符和药香的血味，看来没找错地方。抵达芦花渡，就到发现苏雪珍，陆眠带路，没有逃。